你想象一个原本喧闹的交易大厅，屏幕上红绿交替，交易员们大喊大叫，可某一天，人群像退潮一样散了，热钱不见了，剩下的资金全被推到了隔壁一间保险库。它的门口挂着4个字：货币市场基金。到今年6月底，这间保险库里安安静静躺着的现金堆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，7.4万亿美元。这个数字不是传闻，是彭博社点名写出来的最新记录，而且用词非常直接，这股往货币基金里涌的现金潮丝毫没有放慢迹象。7.4万亿到底有多夸张？用最直白的比喻，它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日本全年经济总量的体量，换成100元美钞，能把纽约到洛杉矶的公路铺上厚厚一层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不是某一天的孤峰，而是今年一路抬上来的高原。到8月第1周，美国投资公司协会公布的周度口径依然显示，货币基金总资产围绕7万亿到7万5千亿美元的区间徘徊，说明高位并未显著回落，热钱没有回头。如果把统计口径换成美联储的季度金融账户，你会发现这并非新闻标题党的堆砌，而是货币基金总金融资产被一点点推上来的硬数据曲线。美联储 Fed 的序列显示，2024年一季度还是 6.44 万亿，到了2025年一季度已经逼近 7.4 万亿，季度更新的数列把这个攀升画得清清楚楚。也就是说 7.4 不是一阵子，而是一路走高的结果。很多人会问，货币市场基金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它能把这么多钱吸进去？它本质上是超短债的拼盘，主要买美国国库券、政府回购和优质短票，安全性几乎等同国债，赎回像活期一样方便，所以它既像现金，又比活期更会生利息。而利息这一点，在过去2年变得异常有吸引力。自从2022年大加息周期把政策利率从接近0一路抬到5点多，货币基金的7日年化一路抬升，哪怕到今年7月底，主流机构货基的收益率仍稳定在 4.0 到 4.2 个点附近。站在投资者的角度，这几乎是低风险、看得见的回报，自然更愿意把钱先停在这里。钱为什么会成规模的搬家？表层理由很好懂，回报和确定性。更深的原因其实是3股力量叠在一起。第一股是高利率的诱惑。当你可以不用承担股价大起大落就拿到4个点的年化，很多人会本能地问，我为什么要去追一只涨多了的科技股？这个心态在机构端也同样成立。7月中旬的周度统计就能看到，政府型货币基金的体量继续扩张，机构资金是主力，说明宁稳不躁不是散户的专利。第二股力量是对前景的不安。数据看上去并不一致，一边是就业面还算稳，一边是制造业景气度时阴时晴，叠加对通胀反复的担心，美联储主席不断重申不能急着降，市场就读成了3个字：别冲动。这种情绪在投资者调查里有映射， AAI 的情绪调查今年几次出现熊派跳升到40%以上的周度读数，甚至在8月初又一次看到熊派显著走高，说明谨慎是主旋律。第3股力量则是制度性供给。美国财政部在下半年加大了国债发行的节奏，尤其是短天期品种的供给增加，为货币基金提供了更多高质量的可投标的。路透社在6月底的报道里就提到，下半年美国国债供给或再冲1万亿美元，短券与票据是主战场，这等于在货基面前摆上了更多安全而有息的菜单。对于手握巨量现金又要随时保持流动性的机构来说，这个菜单很难拒绝。把这3股力量扣在一起，你会发现，所谓现金逃离股市，并不是一群人突然恐慌往外跑，而是整个体系在把手收回方向盘。表面看是撤退，本质上是投资者在重排自己的优先级，先把确定性收入装进口袋，再考虑承担波动去换更高的潜在回报。这个重排不是1周2周的事，它已经延续了好几个季度，才堆成了今天这座 7.4 万亿美元的现金山。这里必须把一个误解当场掰直，
很多人以为钱进货机等于钱离开市场，其实不完全对。钱没离开金融体系，它只是在等。等什么？等两个信号：利率的门槛往下挪和增长，盈利给出更有把握的恢复节奏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巨大的蓄水池，闸门没开的时候，河道看着水位低，可一旦开闸，水是会迅速回到主航道的。过往3次经验都在侧面说明这一点。疫情初期的资金避险，2023年 AI 行情前夕的高位现金，2024年底的一轮缩手了之后，行情都曾在信号改善时被快速点燃。现在唯一的不同是蓄水池更大，闸门开合将更看数据说话。不过蓄水池再大，也要承认一个现实，只要利率还停在3字头，货基的吸引力就不会瞬间消失。克兰数据追踪到的7日收益，就是投资者每天盯着看，每天能拿到手的那点稳利息。只要它还在4个点上下，很多钱就会继续先停着。这也是为什么到8月，美国投资公司协会的周度统计依然能看到总资产回到 7.15 万亿的最新数，说明高位维持没有被打破。你可能会问，这和股市的下一步有什么关系？关系非常直接。第一层是减速带效应，当大量资金选择等，股市的上涨需要更强的基本面来拉，单靠情绪是推不动的，于是波动加大，回撤更频繁。第二层是弹簧效应，当利率门槛往下挪，或者盈利给出超预期时，前述的等会很快变成冲。第三层是分流效应，即使开闸，也未必只流向股票、债券、优质地产，部分大宗与黄金也会分走一部分水，这决定了行情不会像疫情后那样一泻千里，更可能是多点开花，阶段轮动。这3层逻辑几乎都能在公开报道和官方数据里找到影子，区别只在于节奏的快慢。把镜头从美国拉回更大的盘面，你会看到这座现金山对全球的牵引。美元资产在高位发放确定性利息，新兴市场就会承压。反过来，一旦美元利率门槛明显下移，资金会更愿意为增长去承担波动，跨境流动自然会活跃起来。对台湾这样的出口型经济体而言，最直观的传导就是科技链条的订单与估值弹性。当美国的资金回流首先拥抱 AI 与半导体，台系供应链往往是第一批吃到饭的公司。当美国的防御偏好未退，外溢水位就会更低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读懂 7.4 的含义，就是在读懂资本水位的季风。如果你把这 7.4 万亿看作是一座沙袋垒成的防洪堤，那么它眼下的作用就是拦住股市的水流。只要沙袋不挪，河道下游的水就不会暴涨。对交易员来说，这是一种令人焦躁的慢煮状态，市场不崩，但也冲不起来，像是悬在半空的电梯，谁都知道它迟早要动，但没人知道会是上还是下。可是历史上沙袋有时也是火药堆。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现金堆积在银行和短债里，市场一片死寂。但当美联储把利率大幅下调，推出量化宽松的那一刻，大量现金被迫寻找更高回报，股市从2009年3月的低点像被炸开的闸口，连续几年上涨。2020年也是一样，疫情爆发初期，资金撤退到现金和货币基金，可等到疫苗消息和大规模财政刺激落地，股市只用几个月就收复失地，还创了新高。这一次的不同在于，火药的堆积比任何一次都多，而且引信还没接上。利率依旧高企，美联储在7月底的会议上强调，降息需要更多通胀下行的证据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也就是说，想让这笔钱动起来，要么是通胀数据连续几个月明显下降，让央行觉得可以放松，
要么是经济增长超预期，让投资者觉得就算高利率也值得冲一波。所以这场等待其实是一个心理博弈。机构在想，如果我现在冲进股市，拿到的回报能不能超过 4% 的无风险收益？散户在想，如果我先放在货基里，是不是等到别人慌的时候，我就能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好股票？这种博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盯着几个关键的经济指标 CPI、GDP 增速、企业盈利预期。任何一次大超预期都会成为火药堆的第一道火花。你可能会问，那如果火花迟迟不来会怎样？其实也有可能出现慢渗，资金不等利率大降就开始小规模分批进场。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市场有结构性机会时，比如 AI、半导体、新能源这些被认为是未来方向的板块。即便整体行情没启动，细分领域也可能悄悄走强。2023年 NVIDIA 股价的大涨，就是在宏观环境并不完美的背景下发生的。这里要提醒一点，市场的启动方式不会每次都一样，有时候是全面洪流，有时候是几条支流先动起来，然后吸引更多水汇入。所以等闸门全开的人可能错过了第一波支流行情，但太早冲进去的人也可能在主流没来之前被淹没在回撤里。对普通投资者来说，最稳妥的办法是提前规划好闸门打开的应对脚本。比如你设定3个条件：第一， CPI 连续3个月低于 2.5%； 第二，标普500盈利预期连续上调；第三，美联储明确释放降息信号。一旦这3个条件里有2个达成，就按照事先规划的比例，把部分现金从货基转入股票市场。这样既不会全程空仓，也不会过早压上全部筹码。反过来，如果经济数据恶化，比如失业率连续2个月跳升，制造业指数跌破45，那么说明水闸可能还要关更久。这时候继续抱紧货币基金反而是最安全的选择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要记住，市场不是一场短跑，而是马拉松。那 7.4 万亿现金不是随便存着，而是蓄力的过程。每一次的蓄力都是下一轮行情的燃料，只是燃烧的时间和方式不同。懂得等的人才有资格冲得快。很多人觉得美国人抱着现金过日子跟台湾没啥关系，可实际上这笔钱就像一条巨大的洋流，它的方向和温度会影响整个太平洋两岸的水域。先说汇率，美国资金堆在货币市场基金，本质上是美元在待命，没有外流到其他国家的资产里。这会造成美元需求稳定甚至偏强，美元指数容易维持在高位。对台湾来说，这意味着新台币会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。别小看汇率的变化，台币一旦贬到33、34区间，出口企业的收入换算成本就会改善，账面利润瞬间好看很多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出口股在美元强势时股价反而挺得住。但汇率是一把双刃剑，美元强，新台币弱，进口能源、原材料的成本就会抬高，比如石油、天然气、半导体制造所需的化学品，这会让制造端的毛利被压缩。如果美国那 7.4 万亿迟迟不动，美元强势可能会拉长，这种成本压力就会持续存在。再说台积电，台积电是全球高端芯片的核心供应商，美国的 AI、大数据、云计算公司几乎离不开它。一旦美股里的科技板块因为资金回流而启动，台积电的订单很可能第一时间增加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些大客户通常用美元结算，汇率优势直接变成利润优势。所以 7.4 万亿一旦开始涌向高科技股票，台积电的业绩和股价可能会在半年内同步走高。不过资金流动也有选择性，如果这笔钱先去追美债或美国本土制造业项目，比如拜登政府推动的芯片法案投资，那台积电未必能直接受益，
反而可能因为美国本土产能提升而面临竞争压力。这就需要投资者盯紧资金的流向，而不是只看总规模。亚洲其他市场也会感受到波动。日本是典型的例子，日元长时间疲软，吸引了不少外国资金流入日本股市。如果美国的现金开始寻找高股息、低估值的机会，日本可能会分走一部分。韩国的半导体产业链、越南的制造业承接，也都有机会被卷入这股资金潮中。而从台湾投资者的角度，这其实提供了一个套利思路，提前在美股和台股的相关板块都布一点仓，比如持有美国的 NVIDIA、台积电 ADR， 同时在台股买台积电本土股，这样不论资金从哪边涌进，都能吃到红利。还有一个细节常被忽略， 7.4 万亿现金背后的投资者不全是短线客，很多是养老基金、企业现金池、保险公司的长期资金。这类资金一旦决定入市，持仓周期往往是以年为单位，而不是几周。这意味着一旦他们锁定了某个板块，比如 AI、可再生能源，那个板块的趋势可能会持续很久，不会像散户炒作一样来去匆匆。所以如果你能提前判断这些长线资金会看上哪类资产，你不仅能在起涨前埋伏，还能享受趋势带来的稳定溢价。换句话说， 7.4 万亿不仅是一次机会，更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财富转移过程。第一种路径，牛市爆发。想象一下，2025年秋天，美联储终于忍不住开始大幅降息，基准利率从 3.25% 一口气砍到 2.5% 以下，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率立刻从 4% 多掉到 2% 出头。投资者开始心算，放在现金里还不如去追股市的涨幅。那一刻， 7.4 万亿现金就像被打开的水闸，轰然流向美股。SP500 一周内冲破6500点，道琼斯创新高，科技股领涨。NVIDIA、微软、亚马逊连拉5根大阳线，市值一天一个台阶往上跳。AI、半导体、绿色能源、云计算板块像被火点燃，一路狂奔。历史上这种场景不是没出现过。2020年疫情后，美国政府发了5万亿美元的刺激资金，大量现金涌入股市。SP500 从2020年3月的2200点一路飙到4800点，用了不到2年。如果这次 7.4 万亿真被引燃，速度可能更快，因为市场已经有了现成的热门故事， AI 革命、电动车革命、能源转型，这些题材足够吸引资金。对台湾来说，这就是台积电的黄金时刻。美国科技股爆发，供应链全线加单，台湾的 IC 设计、封测、设备制造企业全都吃肉。美元强势加持下，这波行情对台股来说可能是历史性的大红包。第二种路径，慢牛渗透。另一种可能是联储降息节奏很慢，经济数据时好时坏，投资者谨慎乐观，不敢一口气全压在股市上。7.4 万亿就像一条宽阔的河流，水量大，但流速慢，资金一点一点流进股市和债市。这意味着市场不会出现一夜暴涨，而是走出一条绵长的慢牛曲线。 SP500 每个月涨 1% 至 2%，3年下来稳步上涨 20% 至 30%。 这类行情的好处是波动小，回撤有限，坏处是爽感不足，很多急性子的投资者中途就下车了。历史对照是2012至2015年那波美股慢牛。那几年美联储 QE 缩减，利率依然低，资金温和流入股市， SP500 年均涨幅在 10% 至 12%， 几乎没有大跌。这种路径对机构投资者尤其友好，因为他们可以长期持有优质股，慢慢加仓，不怕短期震荡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种行情更考验耐心，你要学会不被小波动下车，甚至利用回调分批加码。第三种路径，横盘防御。最悲观的情况是，经济数据一直模棱两可，
就业市场强，但制造业疲软，通胀降到 3% 就卡住不动，地缘冲突时不时冒头。联储不敢降息太多，资金依旧有 4% 的无风险收益可赚，于是 7.4 万亿继续躺在货币市场基金里，偶尔出来试探，但大部分时间都不动。股市在这种环境下，就像被困在一个透明的盒子里，上下都有天花板和地板。SP500 在5800至6200点之间来回震荡，偶尔被某个科技利好推高，但很快又被利空拉回。这种局面看似无聊，其实风险很大，因为投资者的热情会被慢慢消磨，交易量下降，市场流动性变差。一旦遇到黑天鹅，比如突发的债务危机或重大地缘冲突，股市可能出现突然的深跌。台湾在这种场景下的机会有限，更多要靠内部驱动，比如本土政策刺激、东南亚市场扩张等。投资者在这种环境里必须保持更高比例的现金和防御性资产，比如公用事业股、医疗保健股，或者直接持有短期美债吃息。假设你现在就坐在这 7.4 万亿的大坝前，知道它早晚要开闸，但不知道是洪水猛兽还是涓涓细流，你该怎么提前布防？答案取决于你的风险偏好和持仓习惯。如果你是保守型投资者，你最大的目标不是暴富，而是保本增值。对你来说，现金就是生命线，不能轻易放掉。所以在牛市爆发路径到来前，你应该维持至少 40% 的现金或短债仓位，放在收益率 4% 以上的货币市场基金或国库券里，确保无论股市怎么震荡，你都有弹药等低点。剩下的 60% 可以分成2块，一块放在防御性股票，比如美国公用事业 ETF、XLU、医疗保健 ETF、XLV， 还有台湾的电信股、食品股；另一块投在高分红的蓝筹股，吃股息的同时享受慢牛行情的积累。如果你是中等风险型投资者，你想赚更多，但不想把本金全扔进赌场，你的策略是半只脚站在岸上，半只脚下水。在牛市爆发之前，保持 25% 至 30% 的现金和短债仓位，其余 70% 至 75% 分散投在不同板块。科技股里选龙头微软、NVIDIA、台积电；消费股里选刚需可口可乐、宝洁，再配一些成长潜力高的新兴领域，清洁能源、AI 基础设施。当你发现资金开始明显从货币市场基金流出，比如 ICI 报告显示连续3周净流出超过200亿美元，那就是加仓信号，可以逐步把现金比例降到 10% 至 15%。如果你是激进型投资者，你愿意承受更大的波动换取更高回报，你的布局是反向的，在横盘期就开始埋伏，哪怕市场还没走出底部。现金比例可以压到 15% 至 20%， 剩下全部进股市，但要集中在有爆发潜力的板块，比如 AI 芯片、光伏储能、云计算、电动车供应链。但要记住，激进型不等于无脑梭哈，你必须有止损策略，比如单只股票回撤 15%， 必须减仓一半，防止被套死。无论哪种类型，核心原则是现金不是永远的安全港，它是你的战略武器。当市场不确定时，它帮你熬过去；当市场出现机会时，它帮你踩在别人慌乱的肩膀上冲出去。历史数据也证明，现金比例在高位，比如现在的 7.4 万亿后，未来1年股市的平均回报往往会超过 10%， 但关键在于资金什么时候开始回流。所以啊，这 7.4 万亿现金不只是冷冰冰的数字，它背后是一场静悄悄的博弈，是恐惧和贪婪之间的拉锯，也是资金和信心之间的角力。对多数人来说，看着市场起起落落，心里总想着等它稳定了我再进，可真正的赢家往往在别人犹豫的时候已经悄悄布局。历史上每一次大行情的起点，都是在大多数人选择观望的时刻。这笔钱会不会在未来几个月开闸冲进股市？没人能给你100%的答案。
但我们知道的一点是，当信号出现时，留在场外的可能连捡筹码的机会都没有。你的任务不是预测未来，而是用手里的现金、持仓和信息，把自己放在一个不管洪水来还是风平浪静都能安稳度过的位置。记住，市场从来不奖励反应慢的人。等到新闻铺天盖地告诉你牛市来了，资金回流了，那时候往往已经贵得让你不敢下手。反而是在现在数据沉默、情绪低迷、现金高企的时刻，才是你磨刀、备谈、定策略的最好时间。你不需要看得比所有人远，但你得比多数人提前半步。因为投资的真相就是，机会永远留给那些准备好的人，而准备好的人永远不怕市场的风浪。关注我，我识财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